记录百万时光，我是托 Hunter， 欢迎到最新的一期开箱点评。今天呢，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就是眼前这款来自先兆工作室出品的野蛮熔炉系列里面的这个单盒限定版艾瑞克。这款艾瑞克的形象呢，据说是出自于这个巫妖王的原型，但是呢，因为这个中古奇幻类的作品可以说是博大精深啊，我个人也了解的不是特别多，所以说就不在这边班门弄斧了。整体来的包装盒还是跟之前一样，然后这背后是它的这个武器，大家可以定格看一下这边的英文解说，依旧是翻盖尼龙扣的包装，这边有艾瑞克先生前的或者说这个生平的一些记录。包装盒方面呢，也是双层的这个吸塑包装，里面有一个盲盒，然后有一张卡片。盲盒部分呢，我这边抽出来的武器是一个鲜血浸满风格的这种怎么说呢，算是一个拳刃和这种类似于护手短拐的结合品，还是蛮特别的，蛮别致的。那其他部分卡片则是人物卡，并不是之前抽到的闪卡或者说武器。那背后的内容基本上是跟那个盒子上面内容差不多的，只不过换了一种描述方法。整个黑剑的这个造型还是非常酷的。第一眼去预定这款玩具的时候呢，让我想起了之前的一部漫画或者说动画作品啊，叫做《吸血鬼猎人 D》。整体的造型，黑骑士的观感呢是非常的帅气。那先兆工作室呢，之前的产品，比如说蜥蜴人这一波呢，其实我最后也只留了这个柯南。因为说实话，先兆工作室的玩具我玩了一圈之后呢，我是觉得它身上有蛮多问题的。一个是关节设计上，它用了类似于 NECA 的这种设计。里面有一些比较新的东西，比如说腰部的这个球形关节的角度设计方式呢，跟 Jada Toys 比较接近，但是那个腿部肘关节和膝关节呢，是类似于这个NECA Toys 的双关节。这个关节的它好处是在于能够隐藏这个关节折叠之后的这种不协调感觉。比如说它的膝盖过渡在正面看起来更加自然，但是问题是先兆工作室如果说不做甲胄类玩具的话，做这种肌肉型塑体，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肘关节在弯折的这个时候，其实怎么说呢，还是挺奇怪的吧，就是这个地方比较长。而且呢，放下来之后呢，明显是，如果你仔细看，就是会是3段，就感觉这个手的比例会有些问题。但是蜥蜴人还好啊，因为它不是人类。那像上一波这个野蛮人波的一些角色，但手臂的肌肉形态看起来就会非常的奇怪，就放在一边。再来看一下这次的身高上的对比啊。这先兆工作室之前的定位是1:10，但是我现在来看的话呢，我觉得还算是正常的这个1:12的玩具的身高吧，因为它身穿甲胄，如果跟这个蜘蛛侠小蜘蛛 Peter Parker，Marvel Legends 的 Maximum 系列啊，做一下横向对比，其实身高上面也就高出小半个头的这个样子，感觉也没有高到特别的夸张。那同样是介于这个6寸或者说6.5寸的四骑士的比例里面，常规男性的头比较大。你要看到这个熊大，他的头要比这个艾瑞克的头要大上1圈半。那整体的肌肉维度呢，也还是比较粗壮的。身高方面，两者则是相仿的，一个是纤细帅哥，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粗犷的就是短粗的猛汉。整体的观感还是不错。那如果要拿出类似于矮人单位，我这边就直接拿了一下油图魔幻工作室的矮人骷髅骨柱塑体横向对比，我觉得整体的这个比例和观感都还是 OK 的，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反正呢，如果你是玩1:12比例啊，或者说如果说玩麦克法兰的话呢，这款玩具个头会稍小，但是1:12的话，我觉得是完全够玩，而且还可以跟之前的野蛮人波还有这边的蜥蜴人波做一下这个共鸣和混搭。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次玩具配件部分。
作为一款预定价格高达300块，或者说289的玩具来说，配件方面我觉得算是还行，恰到好处吧。里面有一些我没有想到过会出现的配件啊。比如说这边的这些金银财宝，那里面有好多颗宝石、金块、银币、金币，这些都不做赘述了。然后其他的零件呢，有些零件都是共用的，比如说这个药瓶，这个绿色药瓶，那跟这边柯南的身上的红色药瓶是完全相同的模具，只不过是换了材料和颜色。头雕呢是3头雕的配置。这个不是一个单纯的头盔，它是一个头盔脑袋，然后有一个类似于带着吸血鬼头、有长发配件的头雕。武器方面呢，除了背后背的这把就是专属大剑之外，那手上还有一把更加纤细版本的大剑。另外就是盲包里面的这个特殊武器，但每个人可能都不太一样，还有一把特别大的这个盾牌。这个盾牌呢是8芒星十字的设计，然后中间是透明零件，透明零件上面呢也有一些细节刻画，而且呢铸造感都还比较强。只不过呢某些角度我是觉得这个塑料感啊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这个盾牌我觉得一般。背面呢依旧是有一定程度的细节刻画，那还是比较常规的设计啊，握把和皮带。最后呢就是这个披风，这个披风呢是人造皮的这种材质，但是呢摸起来我感觉有一点点不妙啊，就是时间长了应该就会脱落啊或者掉色之类的，所以说我是不太推荐大家就是把它穿在身上去摆柜。摆柜的话呢，也建议这中间再垫一层这个塑料膜，以防染色啊。个人不是特别喜欢。整个方面的话，我还是比较希望就是1:12的玩具做更加精致的，就是怎么说呢，造型披风嘛。反正这个东西有铁丝，然后都穿插在里面。要搭载的话呢，其实也比较容易啊。因为仙教工作室的这个玩具的逻辑，它是在肩膀处，它有一个铆钉。这个铆钉呢是一个球形关节铆钉，你把它取下来之后，把这边的套环拴上去就 OK 了。那这边呢，因为我觉得会影响就是造型的展示，我这边就不做搭载了。那还是惯例的，在镜头面前360的旋转一下，看一下这次玩具的主体部分，是一个非常阴郁的男性，而且脸部呢惨白，没有任何血色，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类似于吸血鬼或者说狮身人的这个造型。但是呢，整个颜值呢又非常在线，身上的细节非常多，刻线也很多。而且呢是比较耐看的那种，整个堆叠呢有那种龙形还有恶魔甲胄的感觉，然后在胸口部分还有腰间则用这种很淡的金属蓝或者说金属紫去勾了线，整体的这个层次感就出来了。其他部分呢是比较素的颜色，然后到脚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应该算是干扫吧，扫了一些这个金属蓝的这个颜色，把这个甲胄的这个层次提升了一下。背后的大件呢，其实装饰物还是挺多的，这种暗金色，然后再加上红色宝石，这把大件拔出来之后呢，质感也是 OK， 用了非常多这种干扫，还有这种电镀色或者高亮色的这种涂装，中间的红色呢，反正更像是血迹干涸的样子，把这个符文的颜色给凸显出来了。整体的观感我觉得是相当 OK 的。它是靠一个类似于卡扣背带，肩胛骨上面的这个孔洞呢，也就利用上了。所以说呢，这边仙教工作室它的配件是，怎么说呢，算是独立的吧。因为其他的它也没有办法跟这个四骑士的孔洞去对接，它都是球形关节，所以说他们自己算是一个体，自己自成一个体系的，有好处也有坏处吧。我个人觉得，反正他家的零部件还是很帅的，比较好用，但是呢，你要搭载到其他类似于就四骑士啊，或者说幽土魔王的这种素体上面来说，还是比较麻烦的啊，就是你需要自己去改造。那其他方面的话呢，就这样，一体性非常强啊。这次关节依旧是调的相当紧实，唯一晃动的部分呢，就是这边的这个号角。这个号角呢，我觉得涂装还有造型都 OK， 没有做镂空，我觉得也可以接受。这边的这个金属链子也还 OK。那么接下来看一下头雕部分啊，边看头雕我们边玩接下来的
可动。这次头雕呢，说实话，我觉得涂的一般般，眼睛呢就这么点个点，然后用了一定程度的这个喷印的技术，反正这个技术呢，看代工厂有这个水平，或者说给孩之宝或者说万代代工的话呢，一般都能做啊，反正喷成这个样子，我觉得正常。如果眼部呢能做黑眼圈或者说更深的阴影就好了，反正这边阴影部分我觉得颧骨啊棱角的过渡呢并不算特别精细，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然后头发的部分呢，发丝胶发，然后做了一定程度的高光干扫，那灰色的打底，白色的高光还行。其他两颗头雕，这边是头盔头。这个头盔头还是挺正的，就是颜值方面没有什么说法，我觉得还行，一般，就太正了一点，没有太多比如说愤怒表情。另外一个头盔呢就这个样子，我觉得就比较杂兵一些了，一般般。身上甲胄刚才说的这个金属色的部分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星星点点的还是挺好看的。手臂反正这边呢都是软胶零件，可动性还是不错的，平台90度，然后呢这边有一个大的拉伸的蝴蝶关节，可以直接拉出来，而且这里面的颜色也做了分色。反正它这个蝴蝶关节做的是非常简单暴力的啊，直接外翻，而且还做了造型。里面的这个甲胄锁子甲啊，反正也是做出了细节，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喜欢。之前吐槽过了它这个关节啊，其实做甲胄类的玩具是非常合适的。这样的话呢，因为这边多出一个手肘的零件，所以说这个遮挡啊，导致这边的这块过渡啊非常的自然，我这边是很喜欢的。曲肘幅度呢是超过90度，那手腕呢这个是上下的这个可动的，对，上下的这个转轴可动，方便握剑。然后另外一边的这个手呢是一个开掌的这个爪子手型。这边的这个皇室戒指呢也是很明显，聚焦不是很方便，反正大家将就看一下，还是挺好的。T1 的手型这边的握持手型给了这个戴戒指还有不戴戒指的握持手型，反正都给了，算是他生平几个阶段的不同身份的象征吧。胸腰关节我们简单看一下，弯腰幅度呢大概是这个样子，挺胸幅度呢这么多，反正我觉得比一般4骑士的甲胄系人偶可动性要强多了。那作为一款这种全覆盖装甲型的人偶来说，这个可动性我觉得恰到好处，还行。髋关节没有下拉，常规的球形关节加上转轴，这边的大腿根部能够旋转，前踢幅度利用一下这边裙甲的韧性是稍微略小于90度，双段关节的这个屈膝非常紧啊。如果你不确定的话呢，还是最好去加热。你看这边的屈膝呢，小腿贴大腿的这个程度，然后脚部的接地依旧是紧，加上非常的干涩，但是左右还有脚踝的这个旋转都 OK， 只是前后啊真的是非常的生涩，非常生涩。你可以看到，通过镜头我是非常用力的在把玩，所以说不太建议。因为我这边温度比较高，所以我还是放心大胆的掰了。如果你那边温度偏低的话，或者说冬天把玩，一定是要注意安全，不然的话玩具就会就是应声而断啊。这一点呢是没有办法的，很多朋友玩仙照工作室应该都有这个痛点。整体来说呢，作为一款这个定价290的玩具来说，我觉得算是一个及格以上，而且小精品的这样一个级别，绝对是不值得大家去网上高追的一个水平。因为我心里是觉得我对这个角色并没有太多的这个情感链接，只是因为他造型比较帅，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出发点。如果你觉得这个角色就是你在这个奇幻世界启蒙的这种故事的原型形象的话，那非要追一只，那我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款玩具素质还是很 OK 的。但是它值不值得你翻一倍去追的话呢，我是觉得不值得啊。那今天把玩分享就到这边，这款玩具我给它的打分是7.5分到8分的这样一个水平因为身上的零件配件还是比较丰富，但是因为现在这个定价水涨船高啊，导致我对这款玩具的印象分还有一些细节上面会更加的苛责一些。那今天就是这样，希望大家看得开心，关注拖延夯频道，我们下期再见，拜拜。